明光现神威，雷云露真情。灵魂女王火力全开，鬼岛上演无差别乱斗，但三大神器尽显锋芒。格格不入的宙斯，他又会做出什么选择？大家好，我是朱亚本。海贼王100143话混乱的大妈已经更新，本话舞台交给那3个女人。喂，娜美，你到底想干嘛啊？乌索普彻底慌了，前有4皇，后有2龙，现在不是应该马上逃走吗？那家伙还会站起来的，根本就没有胜算啊！但娜美寸步未动，完全不管身后怒气汹汹的大妈，只是死死盯着那个倒在地上的润提。乌索普从地上抱起小玉，可怜的小萝莉伤势不轻，更加坚定了娜美的决心。反正不管逃到哪里，敌人都会追过来，更何况他绝对无法原谅伤害小孩的人。果然，润提很快就站了起来，雷击只能麻痹总头龙的身躯，却无法彻底击溃古代种的强韧。只不过娜美也并不天真，天火棒飞速旋转，冷热气泡奔涌而出，围观的百兽海贼团手下们大笑起来，哈哈！他在不停旋转那根拉拉棒，以为能打过润提大人吗？拉拉队长！娜美全神贯注，气泡应声炸裂，润提心头一惊，只见冷气热风剧烈交织，云涛翻涌，无穷气势，化作一道摧枯拉朽般的强劲风炮，轰向眼前所有敌人。这一记台风天后，将海贼们一扫而光。然而润提早有防备，避开飓风。2只利爪扣紧娜美双肩，这下终于可以把脑袋砸个稀巴烂。娜美动弹不得，眼看致命头锤即将轰下，千钧一发之际，比格曼出手了。3道霍米茨应声而动，巨齿魔刃拿破仑、赤阳烈焰普罗米修斯、黑雷央云赫拉3大神器合为一体，烈焰冲击裹挟领力斩击，破雷而出。润提只看到前方惊天气势，耀眼无比，转瞬间已被强烈冲击贯穿腹部。这一记天惊地动的明光炮，尽情宣泄比格曼的元素怒火。即便是古代种的硬皮厚甲也难以抵御，强烈冲击贯穿润提，又径直轰向其身后的百兽海贼团，瞬间团灭。我们做到了，合体攻击！普罗米修斯和拿破仑兴奋异常，向大妈邀功。这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发动过的联合攻击，难以想象的惊人威力，前所未有的默契配合。赫拉在2位前辈身后自鸣得意。这个留着波浪卷发的女性霍米茨，甜美笑容之下是凶狠无比的战意。一旁的百兽海贼团手下们陷入混乱，先是佩吉万大人，接着又是润提大人。大妈已经干掉了2名飞溜包，她到底还是不是同盟啊？但女王的怒气还没有平息，伤害小玉的人实在该死。一直在旁边围观3个女人战斗的大神乌索普也吓坏了，这股力量实在太可怕。不过他们也因此得救，这下没有追兵了。乌索普抱起小玉准备逃走，向倒在地上的博仙带道歉，这次没法带上她了，下次一定。2人刚刚跑开，娜美就看到了一团身影，在墙角处躲躲闪闪。那不是宙斯吗？他看起来十分忧郁。娜美突然想起来，刚刚大妈的攻击中使用的雷电之力，那团雷云又是谁呢？只见普罗米修斯正在热情地套近乎，我们还真是合得来啊！和宙斯那种蠢货在一起，这种招数肯定用不出来。拿破仑连连应和，新伙伴似乎很受欢迎，但赫拉却是御姐范十足。别得意忘形了，2个小笨蛋，我只是听从妈妈的命令而已，是我向妈妈拜托说自己想要个女朋友的哦。普罗米修斯试图博得赫拉的好感，却再次被赫拉拒绝。远处的宙斯看着2位同伴和那朵陌生的雷云打情骂俏，有说有笑，心头一酸，眼泪四溢。拿破仑和普罗米修斯一个接一个的彩虹屁，像一把又一把的匕首扎入宙斯的小心脏。你优雅的气质，说是倾国倾城也不为过。是啊，从现在起，我们3个就和睦相处吧。宙斯既不明白大妈为什么对那个孩子那么关心，也不清楚那朵新雷云是何方神圣，但至少他知道有一个人还会喜欢他的。宙斯看到娜美，喜笑颜开，然而娜美却把头转了过去，留给他无限冷漠。宙斯十分沮丧，他知道娜美还没有原谅自己。终于，大妈也发现了他的存在。宙斯颤巍巍地靠近女王，为迟到的事向大妈道歉，违心的祝贺大妈增加了第4个伙伴。然而大妈脸色一沉，直接宣判：不对哦，宙斯，我已经不需要你了。曾经的伙伴也跟着奚落起来。宙斯，妈妈受伤的时候，你这个家伙怎么没来？迄今为止，你搞砸了多少事啊？霍米茨同伴的厌弃与比格曼的愤怒如影随形。大妈扭头吩咐赫拉，就算把宙斯吃掉也没有关系，吞掉那家伙的灵魂，就能获得更强大的力量。宙斯万万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，正惊讶间，赫拉已经一口咬住自己，毫不留情地蚕食起他的灵魂。宙斯剧痛灼心，哭着向大妈求饶：“不要啊，快住手啊，妈妈！如果碍眼的话，我会找个地方从此消失的，我保证不会再出现在您面前了，饶我一命吧！”然而大妈早就失去耐心，想谢罪的话就乖乖被吃掉，成为新的力量吧。说罢，转头想去看看小玉的状况，却发现乌索普正抱着她想要逃走。大妈伸出手指，从怀中将小玉夺回。这里有危险，你就先躲到一边去吧。
收拾完愚蠢的百兽海贼团，还有几个家伙不能放过。大妈将小玉轻轻放下，叮嘱她乖乖待着。草帽一伙可是坏海贼呢。灵魂女王一个转身，拿起巨刃追向胆小二人组，完全不管小玉在身后拼命劝阻。娜美！危急时刻，旁边突然传来宙斯的声音，强忍着身体被啃食的痛苦，为了刚刚在宴会厅里追杀娜美的事，大喊着向她道歉。胆小的她无法违抗妈妈的命令，因为怕死，背叛了对自己那么温柔的娜美。宙斯发自心底的感到羞愧。我不仅是个胆小鬼，还是个卑鄙小人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我们早就绝交了吧？娜美强忍着不去面对宙斯，她却还有必须说完的话。我就快被杀掉了，但我不想就这样带着所有人的嫌弃去死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宙斯的灵魂却前所未有的觉醒。他想要做些什么，作为这段漫长旅程的告别。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反抗。他要为自己而活。只见宙斯将所剩无几的力量全部迸发，化作一团漆黑雷云，嘶吼着冲向大妈。娜美，快逃啊！这就是我的生存方式。娜美大吃一惊，难道宙斯要和大妈同归于尽？只见大妈轻轻抬手，一把捏住宙斯的最后攻势，瞬间烟消云散。在灵魂造物主面前，霍米茨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。大妈捏紧宙斯，开始抽出他的灵魂，然后随手一扔，像饵料一般投喂给赫拉。这个笨蛋虽然鲁莽，却也不能不管。娜美决定最后回应一下宙斯的真情。天花板示范出无数黑球，这是他最喜欢的食物，也是雷云力量的奥秘所在。这是作为人情还你的，吃完就赶紧找地方逃走吧，宙斯。然而灵魂被抽走的宙斯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，电气泡到了嘴边却吃不下去。赫拉毫不客气地将宙斯的灵魂连同娜美的气泡一同吞掉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。娜美和乌索普看到敌人正在快速膨胀，小玉赶紧拉着两人，让他们快逃走。没想到大妈一扭头就发现了他们的行踪。小玉只是想拯救伙伴们，却不曾想自己已经触碰到了女王的铁则，来者不拒，去者杀之。现在她也变成了大妈的敌人。对于背叛者，再不会有温情脉脉。火焰巨刃高举头顶，准备一口气将三人制裁。胆小三人组吓得魂飞魄散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只金属手臂将斩击横空截住。大妈惊诧间，眼前一黑，只听见一声大喝：“瓷器贤！”金属巨掌当头劈下，破铜烂铁构造出擎天之力，势不可挡。大妈措手不及，庞大身躯被一击轰入地底。围观众人目瞪口呆，是什么人敢对四皇出手？给我闪远点！草帽一伙，这家伙是老子的猎物。那个男人的狂傲气势，如同他的金属战甲，坚不可摧。船长基德赶到了，胆小三人组喜极而泣，百兽海贼团的手下们震惊不已。与此同时，鬼之岛屋顶上，喧嚣的战场已经重归死寂。凯多伫立在废墟之上，享受着胜利。结果显而易见，厉害的武器刚到手，就敢这么嚣张的小鬼。人类啊，总是不懂得放弃希望，不应该说没法放弃希望，真是麻烦。凯多突然捂住脸颊，神情非常懊恼。太久没有这么热血沸腾了，我还是失策了，应该把你的脑袋砍下来，当做胜利宣言才对。不然的话，其他人还会继续相信着你会胜利吧。只见鬼之岛外的天空中，失去意识的路飞正在坠落。以上就是《海贼王》1013话的全部内容啦。本话最后，尾田十分慷慨地用一张路飞战败的连页作为结尾。算上之前的战斗，这已经是路飞第3次被凯多锤到不省人事，但这一次更严重，从天空跌落。从时间来看，目前鬼之岛已经接近和之国陆地，橡皮体质的路飞就算掉在地面也没有什么大碍。但如果是直接掉向大海，海贼王就要提前完结了。若真是如此，就看这一次出手相救的会是哪位大侠了。鬼之岛大决战开始了新一轮反转，尾田留下了一个巨大悬念，然后宣布下周休刊。1014话要多等1周啦。我是朱尔本，下期见。